龙与杨咩咩，手铐背后的守护誓言，一场震撼人心的情感风暴。在无数关于爱情与正义交错的荧幕片段中，总有那么一幕像利剑般刺入人心，久久无法忘怀。那一夜，于龙亲手将杨咩咩铐在床头，不是出于残忍，而是源自他近乎绝望的保护。他默泪无声，他眼底尽是隐忍与不舍。这一幕震撼的不仅是剧情，更是人心。手铐开场，强制之下的温柔守护，这不是一般的开局，而是一场令人屏息的视觉冲击。身为特警的于龙，为保护唯一的关键证人杨咩咩，将他亲手铐在床上。他没有挣扎，也没有怒吼，只是静静的流泪，那泪水中带着困惑，却也藏着一丝信任。于龙低头不语，周身紧绷，仿佛每一次呼吸都背负着沉重的代价。我只能这样保护你，最无力却最坚定的宣言。我只能这样保护你。这句话从于龙口中说出时，声音低沉而决绝，仿佛他自己也在承受着这份选择的痛楚。这不是一句台词，而是一份誓言。当世界无法保证你的安全时，我愿意用最极端的方式把你留在我能守护的地方。听者落泪，观者动容。杨咩咩的眼泪是对信任最深的表达。在被铐住的那一刻，杨咩咩没有反抗，她只是流泪。那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从心底升起的接受。她明白于龙的选择，尽管极端，却是真实的守护。这种无需言语的理解，比任何动情对白都更能击中人心。她的眼泪是对他的回应，是信任的重量。情感在使命中迸发，职责与爱情的激烈碰撞。这段关系之所以如此动人，是因为它穿插在枪林弹雨之中，每一次靠近都伴随着生死风险。于龙的每一次凝视，杨咩咩的每一次回眸，都是一次灵魂的触碰。他们不是轰轰烈烈的爱人，而是在重压下相互取暖的灵魂伴侣。那种情感深藏不露，却贯穿全剧。火山与百合，角色塑造的力量。于龙像一座压抑的火山，始终处在爆发边缘，但为了他学会了克制。而杨咩咩则是风中百合，表面柔弱，内心却无比坚定。两人对手戏不多，但每一次交锋都震撼心灵。他们用角色证明，真正的情感无需喧哗，默契和眼神足以动人。天衣无缝的默契，一眼千言的传达。无需台词，一个动作，一眼神，就足以讲述所有情绪。这是表演的高度默契，是演员对角色的深刻理解。观众在他们的互动中读懂情感，品出深意。这种表演上的精准与收敛，令人为之惊叹。张弛有度的剧情节奏，紧凑却不失细腻。编剧没有堆砌矛盾冲突，而是通过紧张情节中的细腻推进，让观众自然带入角色情绪。每一次危机，每一次抉择，都不是刻意制造的煽情，而是真实情境下情感的自然流露，让人忍不住跟随剧情起伏。情绪爆发点，一句放你走引爆泪点。最令人潸然泪下的一幕，是于龙背对镜头，强忍眼泪地说：任务结束，我就放你走。他的肩膀微微颤抖，语气平稳，却藏不住情绪洪流。那一刻，观众不再是看客，而是深陷其中的见证者。沉默的演技，杨咩咩无声胜有声。杨咩咩的表演没有大开大合的情绪爆发，她用沉默，用眼神，用一个小小的动作，勾勒出角色的内心世界。她的坚韧，她的理解，让观众看到女性角色的力量与温柔并存。她不是被动的受害者，而是主动理解并信赖的存在。戏剧之外，真实情感为何动人心弦？观众感动的不是情节有多惊险，而是人性展现得如此细腻真实。在失控的世界里，仍有人用尽一切力量守护你。这份勇气，这份执念，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感链接。网络热议，集体情绪的共鸣。剧集播出后，观众的情绪仿佛被点燃了，社交媒体一夜之间被这场所爱戏码刷屏。评论区不再只是讨论剧情，而是变成情感的释放场所。有观众写道：这一幕让我想起曾经那个我为了保护的人，尽管方式笨拙，却也真心。还有人感慨，
现实中或许没人会为我铐上手铐，但我懂那种不愿放你走的心情。这种情绪的共振，不只是源于剧中角色的深情，更是因为无数人在现实中也曾经历过或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守护。他们看到的不仅是荧幕上的爱情，而是自己心底最深处的渴望与遗憾，这才是这部剧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。幕后故事，敬业的背后是热爱。这段情节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，但据剧组透露，拍摄过程异常艰难。演员需要反复进入高度情绪化的状态，特别是于龙那句任务结束，我就放你走，每一次都像是在经历一次真实的分离。杨咩咩在拍摄间隙常常沉默良久，甚至一度情绪崩溃，足见他对角色的全情投入。而于龙则默默重复走位和台词，只为呈现出那个克制到极点的守护者形象。演员的敬业并不是为了表演的好看，而是为了让每一帧画面都足以承载真正的情感重量。他们尊重角色，也尊重每一位观众的共情能力，这种对创作的热爱和敬畏，值得掌声，更值得铭记。虚实交织，戏与现实的界限模糊。很多观众在看完这段剧情后表示，这不只是演戏，更像是在经历真实的情感。演员的表现太过真实，以至于让人分不清他们是在演绎还是在生活。而这正是优秀影视作品最迷人的地方，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，让我们愿意相信荧幕中的那一切也真实存在过。杨咩咩的眼泪，于龙的克制，像极了生活中那些没能说出口的爱。我们不是在看故事，而是在投射自己曾经的经历与情感。于是，有人回忆起旧爱，有人想起某段保留在心底的守护。正因为这份真实，我们才会被这段剧情反复击中，那些未曾实现的温柔，终于在荧幕上得到了回应。极限表达，爱可以不完美，却最真实。将人铐在床上，这样的情节若处理稍有不慎，可能会被误解为控制或伤害。但于龙的那份神情，既坚定又痛苦，清楚地传达出，这不是为了束缚，而是为了保护，是迫不得已的温柔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面对类似的困境，爱一个人却无力保护他，于是只能用看似笨拙甚至过分的方式去靠近。这段戏之所以令人动容，是因为它揭示了爱的另一种面貌。爱不总是温柔体贴，有时它是偏执，是控制，是沉默中的爆发。但正是这些不完美，才构成了真实的情感图谱。观众在这样的极限表达中，看到了爱的复杂与深度，也终于原谅了自己在某段关系中的不成熟与用力过猛。结局的余温，自由之后的依依不舍。剧情尾声，于龙轻轻解开手铐，你自由了。而他却坐在床边，望着他的背影，泪流满面。这一幕没有配乐，没有对白，却最震撼人心。自由不是离开，而是用尽全力爱过后留下的尊重与理解。一段故事，一生记忆。于龙与杨咩咩的故事不是简单的荧幕情节，而是一次深刻的心灵碰撞。在那份极限保护中，我们看见了责任的重量，情感的深度，也明白了有些爱不需要轰烈表达，却永远令人铭记。感谢与观众的每一次心灵共鸣。如果你也被这段故事感动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是否也曾为爱做出艰难选择？你认为最打动你的是哪一幕？你的留言是我们继续创作最温暖的力量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并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令人心动的故事。你的支持是我们继续讲述温柔与勇敢的最大动力。期待与你在评论区相遇。